爱德华王子岛的旅程就要结束了。在爱德华王子岛旅行的尾声呢，我来到了它的首府城市夏洛特顿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我要把这个重要地方留在最后。之所以把这个夏特勒顿这个 PEI 最大的一个城市，也是它的首府，作为旅行的最后一站，这是因为爱德华王子岛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呢，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。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人们非常骄傲地说，加拿大的诞生地就是在爱德华王子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加拿大成立的时候，爱德华王子岛并没有参与其中，但是加拿大之前的成立的一些个议题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的诞生地，它诞生的地点就是夏特勒顿市，具体到哪间房子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房子。现在第一站我就来到了加拿大诞生的这栋房子，但是由于目前是休会期，这里正在装修，因此呢不能进去，看不到加拿大诞生在哪间房子里的。所以说加拿大的成立离不开爱德华王子岛，同样的也离不开夏特勒顿，也离不开这栋房子。爱德华王子岛作为一个省呢，并不是第一个加入到加拿大的，当时有4个省份在这里开会，上下加拿大加上New Brunswick和 Nova Scotia 这4个省来讨论成立加拿大联邦的议题。那是在1864年，3年之后加拿大联邦正式成立。在1870年的时候呢，英属哥伦比亚加入了加拿大联邦。在加拿大联邦成立6年之后，爱德华王子岛才加入了加拿大的联邦。接着西部地区的加拿大自治领分别成立了马尼托巴、然后萨省、阿尔伯塔省，后来又成立了几个自治区。在1949年的时候，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最后一个加入了联邦，就形成了现在的加拿大的版图。因此爱德华王子岛在加拿大的历史中呢，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。这2个人具有相同的名字 John Hamilton Gray， 但是呢生活在2个不同的省，一个生活在爱德华王子岛，一个生活在 New Brunswick 的省状。但是这2个人都相信加拿大联邦一定能够成立。在1864年，这2个人都参加了那个星期的会议，都相信加拿大联邦能够成立。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。2个相同姓名的人生活在2个不同的省份，却相信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加拿大联邦能够成立。这座教堂是夏洛特顿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。这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。这个教堂建成的历史相对来讲并不是很长，就是在1900年
左右建成的。但是这个教堂在这个城市里头非常有气势，进去看一看。在这天主教教堂的对面，这几栋房子就是出镜率非常高的，经常在杂志或者介绍夏洛特顿这个城市的时候，都有这几栋房子的照片。这个建筑的这个角度，就是经常出现在各种的宣传的视频和资料上。每条街道的建筑的颜色呢都非常的艳丽，视觉感受非常的舒服。在这条非常小的一条街道上，这个居民住宅的外墙颜色依然非常的漂亮和赏心悦目，看着就是非常的舒服。这是1880年的建筑，依然是作为一个居民住宅在使用。夏洛特顿这个4万人的城市，是 PEI 爱德华王子岛这个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，也是它的省会。这个城市的市中心的面积呢不大，走路呢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浏览完它的市中心，剩余的时间就可以探索这里的美食了。可以乘坐马车来游览这个市中心，后面的车也就慢慢跟着马的速度在行进。由于这个是单向的一个车道，所以说不能超车，只能在后面缓缓的跟进。这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娱乐，跳踢踏舞。城市的生活就缺少了小镇生活的那份的祥和和宁静，多了些喧杂和热闹。
这里是位于夏特勒顿这城市的一个河边的一个景观，很多的商业活动以及各种的街头的表演都会在这里举行。这是一艘游轮，停靠在这爱德华王子岛的夏特勒顿，游览这个城市。等到下午或者晚上，然后就离开了这里，就去其他的地方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